第4集。灵娥呀，你可知何为气？气乃天地之脉络，生灵之呼吸，万般修行皆由气始，千种神通尽为气化，吐纳轮转，始为周天。为师今日所传你的，就是咱们渡仙门之道程一气正天诀的基础篇。此篇乃铸造道基之法，便是放眼5部洲之地，也是1等1的筑基法门。便是今后你要修行其他功法，也可凭此法筑基。灵娥，灵娥，徒儿在。湖边柳树荫，兰灵娥收回了不自觉就瞟向湖中的目光，有些不安地吐了吐舌头。奇缘老道扭头看向湖心，笑道：你师兄在参悟水遁之术，不要被他影响了心神啊！且听好，为师为你讲解本篇功法。兰灵娥收摄心神，仔细听着师父口中所说的修行妙法，努力理解着这些语句的意思。然而不过一会儿，师父，师兄消失了。兰灵娥杏眼圆瞪，指着湖面。奇缘老道扭头看去，顿时无奈一笑。那是遁法啊！走走，咱们去屋内修行。你师兄对各种遁法有浓厚的兴趣，这应该已是他掌握的第6门遁术了。师父，遁法是什么？遁法是法术的一种，可以让施法者迅速穿行于不同的环境。水遁之法就是能在水中快速穿梭，比游鱼还要迅速。看，你师兄那不是在湖边出现了？这遁法之速已是颇为不凡。兰灵娥踮着脚看去，刚好看到自家师兄那修长的身影从远处湖边冒了出来，站在水面上静静而立。哇，师兄好厉害！若说遁法，在咱们渡仙门，你师兄确实称得上厉害2字。若是他在其他术法上能花在对遁法一半的心思，为师也就能安心几分了。兰灵娥轻轻眨眼，已是跟着师父进入了草庐中。奇缘老道随手招来2个蒲团，将草庐的木门带上，手中拂尘轻轻地敲了一下小徒弟的脑壳。专心听讲。兰灵娥连忙盘腿坐好，这次总归是能静下心来了。湖面上，李长寿踏步而行，走了2步后，身形化作一股水流，消失不见。几个呼吸之后，又出现在了湖中心的位置。水遁成了，就是速度好慢。不过，施展水遁的时候，能让自己融于水中，倒是能够抵抗一些法宝的轰击。水利万物而不争，水在千舟而不崩，确实值得继续摸索。李长寿负手而立，一阵思索，随后便继续在水上漫步，没走几步就直接消失在水面上。经过他不断的摸索，很快就不需要在水面走路，只需要接触到湖水，就可以直接施展水遁。李长寿犹不满足，继续潜心琢磨着，似乎完全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。直到午后，奇缘老道的传声将他给喊了回来。灵娥尚未辟谷，总是吃饱负担也不行。稍后你搭茅庐时，也再起个灶台，自灵娥辟谷之前的这段时间，为他每日做1餐饭菜。弟子遵命。为师修行去也。灵娥，你若有事，可找你师兄言说。是，师父。
兰陵娥也模仿着师兄的动作，像模像样的对师父拱手应答，但小肚皮却刚巧不巧的发出了一阵阵咕噜噜的声响，让他俏脸瞬间涨红。齐元老道哈哈一笑，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。李长寿也是面露微笑，却将目光看向湖边，避免让小师妹太尴尬。师兄，师父刚刚用的是烟盾吗？啊，烟盾啊，那是幻形术，主要是对敌时用来保命用的，也可以伤敌困敌，算是咱们师父的拿手绝活。想学吗？要等你修为境界有些火候，让师父传你就可。哦，那师兄的水遁呢？灵儿现在可以修行吗？水遁要更迟一些，需要等你迈入炼气化神之境才能修行。五行遁法都是这般，现在不要多想，刚完成第一次打坐的菜鸟炼气师。兰陵娥眨了眨眼。师兄，菜鸟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大概就是笨手笨脚的初学者。李长寿笑眯了眼，带着兰陵娥走向了药铺旁的空地。想吃什么？咱家山头野味不少，你若是没有忌口的话，我就自行给你推荐了。野味？师兄，我们中午吃这些药草吗？当然不是。李长寿右掌向前探，一颗石子从侧旁飞来，在他掌心转了一圈，随之便带着一阵尖锐的呼啸声朝林中直直飞去。兰陵娥禁不住发出了一声赞叹，而山林中顿时一阵鸡飞狗跳，惊起了一群又一群的飞鸟。很快，一只生有3色彩羽的锦鸡破空而来，那枚石子嵌在锦鸡胸口，这只灵禽早已一命呜呼。石子一去一回，又被李长寿随手扔到了一旁的草丛，把兰陵娥看的是双目异彩连连。不多时，李长寿已经熟练地在湖边架起了烤架，又把锦鸡褪毛除脏，拿出自己珍藏的几罐调味品，开始在那儿勾引小师妹的口水。师兄，刚才那石子是什么法术？飞出去为什么还能飞回来？啊，简单的御物罢了，只能算是一些小术。如今的修行界，或者说整个5部洲中，最流行的打架套路就是祭炼一些法宝，将自身修为加持在法宝之上，用法宝砸人。这种御物的术法就是控制法宝的基础。你刚刚开始修行，对这些自然都不太了解，今后再慢慢说给你听吧。兰陵娥跪坐在一旁，小手理了理耳旁的一缕青丝，细若蚊声。感觉师兄的法术都好厉害。